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长生谷定档极热，虞书欣、侯明昊能否破局仙侠？横店还没正式开机，关于长生谷的讨论已经先热了起来。公开信息里，这部剧定位为爱奇艺 S+ 级古装仙侠剧，共36集，预计6月30日在横店开机。虞书欣、侯明昊领衔主演。之所以提前引发关注，除了阵容本身有话题，更多还是因为番位争议在开机前就转得沸沸扬扬。不过抛开这些场外声音，单看故事本身，这个项目确实比近几年不少套路化仙侠更有意思。长生谷改编自一度君华的小说《神仙肉》，这本书曾用名《面相思》。早在2012年就在晋江文学城连载，2013年出了实体书。原著的主角河畔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仙侠女主，她是一只修行了4000年的河蚌精，外表看起来娇憨、软萌，很能吃，实际上心思很细，也很会谋划。她最初接近男主荣臣子，并不是为了谈情说爱，而是为了救自己的青梅竹马海族祭司淳于林。荣臣子的身份也不简单，他表面上是清虚官之官，真实来历则是禄存星君转世，一身血肉蕴含神力，在妖物眼里被称作神仙肉，吃了能大涨修为。河畔就是盯上了这层设定，精心设计接近他，假扮成他心中的白月光，借媚术骗取心头血。拿到东西之后，他转身就去海皇宫救人，整个过程干脆利落，完全不是那种一边利用别人一边纠结到天荒地老的写法。只是他这一步直接引发了淳于林的误解和嫉妒，最后淳于林出手重伤了他。等河畔命悬一线时，荣臣子明知道自己被利用，还是不顾自身安危出手相救。故事比较特别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女主不是傻白甜，开场就是带着目的接近男主，男主也不是只会沉迷感情的人，明明被算计了，却还是会选择救人。两个人一开始都有防备，也都带着自己的算盘，后来是在一起查案，处理3界危机的过程中，感情才慢慢发生变化。河畔从最开始的自私怯懦，到后来为了守护荣臣子愿意耗尽3000年修为，荣臣子则从克制、疏离，慢慢走到深陷其中，甚至为了他去触碰原本不能越过的界限。结局里，河畔元神受损化为河蚌，荣臣子则开启了养蚌生活。这种收束方式也和一般仙侠剧里常见的圆满团聚不太一样。剧名长生谷也不是随便取的，公开物料里提到，它讲的是长生是执念，谷是本心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故事核心其实不是单纯的恋爱，而是一个蚌精从贪生怕死，到最后慢慢长出风骨的过程。这个设定如果拍得稳，人物弧光会比较明显，也更容易让剧情有层次。制作层面，班底看上去也挺熟，导演是钟青，代表作有《花间令》，造型指导是易小雅，曾参与《苍兰诀》的造型，监制杨贝则有《庆余年》《苍兰诀》等作品经历。出品方包括爱奇艺、稻草熊、金河影视，这个组合放在一起，很明显能看出项目和虞书欣这边的合作痕迹比较深。毕竟他前面的《苍兰诀》、永夜星和双轨也都和爱奇艺、稻草熊体系有较强关联。换句话说，这个项目从立项到配置，都有一种很明确的围着虞书欣搭台的味道。演员方面，虞书欣演河畔，侯明昊演荣臣子，这组搭配本身也有讨论度。虞书欣已经演过2部仙侠味很浓的作品，《苍兰诀》里的小兰花，《永夜星河》里的灵妙妙，都属于偏甜、偏灵的类型，所以外界对她的印象也容易停留在甜妹上。但这次的河畔不一样，
表面上是4000年的棒精，软乎乎，爱吃，看着没什么攻击性，实际上却是个很会算计的人，属于那种外表娇憨，内里精明的甜皮黑骨角色。路透里能看到他的冰蓝色眼妆、蚌壳元素的小配饰。这种造型如果和角色性格对得上，确实和他以往的甜妹路线有一定区别。侯明昊演荣臣子，路透里的白衣道长造型也挺贴脸，清清冷冷的感觉比较到位。这个角色真正的难点不在外形，而在状态的变化。前期他是克制、疏离，像一位不沾尘俗的禁欲仙君，后期则要演出被感情一点点拉下来的反差，既不能太木，也不能一下子就变得过火。对侯明昊来说，这种从压着演到放开演的层次感，如果能做出来，角色会很立得住。除了2位主演苏晓彤、谷子成等演员也有加盟，整体阵容不算那种堆满大牌的豪华型，但结构上是比较完整的。真正把这部剧推上热搜的，其实还是番位问题。公开流传的信息里，这部剧最初立项时就是大女主定位，故事主线和人物成长都落在河畔身上。按理说虞书欣一番也符合项目逻辑，但到了2026年的演员署名新规，评番需要按姓氏笔画排序，侯明昊的侯笔画更少，到了播出时名字可能会排在前面。这样一来，大女主剧在播出署名上男主反而先出现，就难免让粉圈情绪被点燃。后来网上又传出所谓动态评番的说法，大意是开机关宣时按大女主定位，虞书欣名字在前，到了正片播出阶段再按新规执行，侯明昊名字前置。这个说法目前没有官方最终确认，但争议已经掀起来了。侯明昊粉丝那边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，比如经纪公司沟通不顺，艺人档期本来就比较紧，还要兼顾歌手录制和个人巡演，再加上不愿意为女主抬咖，对同质化古装剧本也有抵触。网上的抵制情绪一度挺明显，连应援都出现了不少反对声音。侯明昊本人在6月21日还空降超话，连续发了8条动态，提到歌手见、活动见、开机见，又说自己也在为下一个角色紧张有序的准备中，并表示很期待。虽然他没有直接点名长生谷，但外界基本都把这理解成了对参演消息的侧面回应。虞书欣这边相对就平稳得多，粉丝更多是在做开机应援，宣传动作也比较集中，没有太多场外撕扯。从项目本身看，长生谷的基础条件确实不差，原著 IP 有一定热度，制作班底成熟，主演也都有各自的话题度，放在现在这个影视环境里，已经算是比较难得的配置。只是仙侠剧这几年确实拍得很多，观众对神仙恋爱三生三世、拯救三界这类套路已经比较熟了，所以这个项目最后能不能被记住，还是要落回到具体执行上。改编能不能把2012年的老文内容调整得更符合现在的审美？虞书欣能不能把河畔那种外甜内黑的复杂感演出来？侯明昊能不能把荣臣子从克制到失控的变化撑住？这些都很关键。至于番位争议，眼下看更像是粉丝层面的情绪拉扯。剧还没真正拍，讨论已经先铺开了。但对最后成片来说，真正留下来的还是角色、剧情和表演。河畔和荣臣子的关系怎么铺？三界危机怎么串？骗与救、算计与动心之间怎么转？这些才是长生谷真正要落地的部分。至于6月30日横店开机之后，现场还会出现什么新信息，还得继续看后续公开消息。